游戏动力 S99， 也就是收购了西奥之后的同模具产品，在憋了快半年的时间之后，终于是出来了。这款 S99 也算是 VGN 打高端的一个系列，我本身以为它的定价起码会比 V98 稍微错开一点，没想到直接整了个299起售啊，顶配版449，这样的价格区间就直接和 V98 Pro 重叠了，多少是有点挑战自己底线的意思了。这次我收到的 S99 是一个次顶配的极光冰淇淋版本。上手这一把 S99 啊，单论外观给我的印象和同价位，特别是300价位的键盘区分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底部一块浅蓝色的金属配重，加上顶部的一条 PVD 镀金装饰板，为整体的颜值加分不少。可能熟悉的观众都知道啊，这个就是之前 CL98 的那个模子。所以整体的外观上依旧还是延续了之前 CL98 的风格，但是做了比较多的改进。比如说之前98饱受诟病的组合开关问题，这次终于是人性化了，可以直接一键切换键盘连接状态，还有上下盖精度、大键偏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改善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在一些细节上，我觉得还是有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。首先还是在键盘底壳边缘的一圈上，还是会有一圈比较明显的毛边。造成这样的因素可能是模具配合精度的问题，或者又是分模面的问题。那至于是什么问题造成的，这里就不好下定论了。希望 VGN 后期要是有可能的话，还是要修改一下比较好。还有一个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没有脚撑，虽然说键盘自带了一定的坡度，但搭配12毫米的前高，可能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不太适应。第一次用的话，主要还是搭配一个手托来减轻一下手腕的负担比较好。至于键帽方面，还是和之前 CL 一样，星光代工，整体手感干爽，消光做得很好，细节方面的处理还不错。原厂高度、注塑的位置偏亮光，和键帽本身的材质有一定的区分，所以在手感上还是可以感受到制服的存在的，算是这一个价位还不错的键帽了。大概聊完了外观方面，我们来聊一下这把键盘的内在。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下，拆键盘之前还是要先拆这块装饰板，再拧底壳螺丝，不然螺丝刀很有可能会让你的 PVD 板刮彩。问就是之前拆 CL98 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内部填充方面 ，PC 定位板、碰填充、大键开槽，还有底下的开模硅胶，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配置了。但有一个地方需要提到，就是这一张轴座棉是直接粘死在 PCB 上的，如果想更换的话，撕下来会比较麻烦，这也需要注意。399的价位给到这个内胆配置，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了。放在同价位中也可以算是满配。449价位的 S99， 区别就是它多了一张波形定位板和多了一层填充，但这个版本目前好像还没有 UP 主上手过。理论上，如果你用歪了 PC 定的键盘，波形定位板确实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手感。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体验一下的。整体看下来，这套 S99 的内胆配置可以说是目前非常标准答案了。把环结构单键开槽，基本拉满了填充，声音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马甲音，可以说是我目前上手过的键盘中码的最标准的一把了。无线连接方面，键盘内置了2块3000毫安时的电池，采用的是维盛半导体提供的方案，续航估计在300个小时往上走是没有问题的。延迟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稳定性方面 2.4G 建议尽量维持在1米以内，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，可能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需要注意。至于轴体的话，这个极光冰淇淋轴上手的时候感觉还是可以的，下压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一点小角和 BOSS 箱体接触的段落感，和同系列的其他冰淇淋轴比起来，除了压力克数还有触发行程不一样之外，还新增了一块导光柱，所以键盘亮灯之后的表现并不像其他键盘一样一块面板发光，看起来就像星光一样，真的非常好看。这也是带有云光镜轴体才能出来的效果。参数的话这里就不念了，我只能说这款快速发快速碟轴体非常适合打游戏的人群。最后要说这把 S99 值不值得推荐，那肯定是推荐的，甚至抢不抢得到都是一个问题。VGN 把这个模具放到299价位卖，我个人是没想到的。虽然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可以改进，但是在同价位有金属配重加上表面非常不错的消光处理，我觉得已经算是降维打击了。毕竟这也是一款曾经定位比较高端的模具，至于什么发货时间、品控还有售后这方面就只能寄希望于 VGN 自己努力了。我这只是一个测评的频道，只能把我手中的产品信息如实传递给大家。好了，但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